百期詳解紅白機全遊戲巡禮。大家好，我是雷文。最近看到有朋友留言，已经在帮我倒数还剩几期節目了。这裡再说明一下，因为之前改了每期的时长和介绍游戏的数量，100期肯定是做不完所有的内容。目前總共还剩下大概300-400个游戏没有講，因此這個系列還得持續一段時間，可以放心食用。這期接着介紹1991年2月發售的作品。赤川次郎幽靈列車，根據推理小說改編的一款偵探冒險遊戲。赤川次郎是日本的推理小說作家，他創作的暢銷書眾多，主要的代表作品有三姐妹系列、三色貓系列、幽靈系列、吸血家族系列等等，很多作品都被拍成了影視劇。這其中幽靈系列的小說名字裡都包含了幽靈2個字，像是幽靈心理學、幽靈博物館、幽靈溫泉等10幾部作品。幽靈列車是該系列最早的一部，也是赤川的處女作，憑借這部作品獲得了當年推理小說的新人獎。這個系列以女大學生永井希子和第一搜查課的警官宇野喬一作為主角，兩人是戀人的關係，講述了他們的偵探冒險之旅。遊戲裡2個人的年齡分別是22歲和37歲，被認為是大叔和蘿莉的組合。故事開始於寧靜的溫泉小鎮鹽湯谷，一列從鹽湯谷開往鄰近的大湯谷的列車上，8名乘客突然失蹤，小鎮陷入了一片混亂，媒體也進行了報道。宇野警官被派往調查案件。遊戲的制作陣容裡，美術作畫由渡瀨正造負責，他是著名的漫畫家、插畫家，被譽為日本彩色漫畫的先驅，這也是他唯一參與過美術設計的遊戲。音樂擔當是負責過《勇者鬥惡龍》的作曲家蒼山浩一。本作在系統玩法上就是典型的文字冒險類型，和大部分該類遊戲差不多。比較特別的是，能看到主角人物在場景裡來回走動，可以控制角色走到其他的人物跟前進行對話，但受限於機能，畫面其他的部分也只是靜止的圖片。完成對話以外的動作，還是得打開指令菜單，指令包括了調查、移動到其他的地點，還專門有一個諮詢希子的指令選項，能讓他提供建議，也能用手指調查場景圖片裡的特定位置。作為一款偵探冒險遊戲，整個的故事流程很短，1個多小時就能通關。紅白機末期這種類型已經很少見了。本作的開發商名不見經傳，發行商國王唱片在 FC 主機上也沒有什麼知名的作品，遊戲玩法沒有太新鮮的內容。不過憑借原作小說的故事和成熟的模式，質量算是不錯。本作也有漢化版，個人評價3顆星。黑暗領主由 Data East 開發發行的一款 RPG 作品。Data East 在紅白機上推出的 RPG 大部分是硬核的風格，而且在重裝機兵之前，通過海格力斯的榮光等幾部作品，他們對於當時 RPG 的風格和玩法有過不少新的嘗試。本作就是一款很有特色的 RPG 遊戲，這裡用一個英化版來進行介紹。故事設定在幻想的魔法世界，除了人類之外，還居住着半人族等其他智慧生物。遠古時代，世界的創造者光明之神阿爾法茲與黑暗之神拉格梅拉及其軍隊作戰，他將黑暗封印之後，自己也一同被封印。隨着時間的流逝，黑暗之神即將復活，玩家扮演的角色要阻止世界末日的到來。開始可以創建多名角色，組成3個人的隊伍，有戰士和巫師2種職業，還可以選擇性別，根據職業隨機不同的屬性點數，還有手動分配的額外點數。本作的場景設計和常規的 RPG 不同，一開始在城鎮內，整個城鎮是一個固定的畫面，通過選擇左右兩側指示牌上的指令，前往城鎮不同的地點。左側的一列從上到下，城堡和國王對話，積累經驗值後也要在這裡對話升級。寺廟、治癒和復活角色，學習一些法術。冒險者公會，接受冒險任務，還能做一些不同職業的兼職工作。兼職工作可以賺錢，更重要的是，通過完成不同的兼職，能提升角色的屬性值。相比戰鬥獲得經驗值、升級提升 HP 和 MP 來說，通過兼職工作提升各項屬性顯得更為重要。
而且通過完成任務等其他的方式也能獲得經驗值。因此这款游戲裡並不需要太多的戰鬥。兼職工作期間必須待在城鎮內，無法進行冒險。選擇左側最下面的指令，讓時間流逝。經過1個月的時間之後，角色的屬性會發生變化，並且獲得兼職的收入。角色的各項屬性值最低是1點，最高16點。不同的影響除了提升屬性值，也有可能導致屬性下降。某些兼職工作積累到一定程度後，還會獲得該職業對應的技能，但角色持有技能的上限數量為4個。左側列表裡的地點還有廣場，能接受鎮上的人發出的請求。大門，通過這裡開始和中斷任務，離開城鎮。右側的一列地點有酒館、裝備店、物品店、旅店和民房。這些地方的作用和常規 RPG 遊戲類似。離開城鎮會被直接傳送到冒險場景。遊戲分成了12個單獨的冒險場景，在這些场景裡和常規的 RPG 遊戲一樣，俯視角探索，控制角色移動。本質上是12個地牢迷宮，但並不是隨機御敌的模式，敵人都在固定的地點並且可見。御敵後以當前場景直接開始戰鬥，這時操控變成回合制。戰鬥模式又有些類似戰棋遊戲，可以控制角色移動，按 A 鍵直接攻擊，或者按 B 鍵出現一個簡單的菜單。D、I、S 3個字母分別對應防禦、物品和法術。擊敗敵人後可以撿他們的屍體。由於遊戲裡有時間的概念，隨着時間的變化，並非所有的冒險場景都會發生，有些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停止。遊戲的結局根據冒險的過程不同，有一個好結局和一個壞結局。這款 RPG 遊戲的玩法在當時顯得相當另類，也收穫了一部分忠實的粉絲。按照設計的特點，不能像常規的 RPG 遊戲那樣拼命練級，得通過兼職培養角色，但要如何培養出好的角色，需要花時間摸索，這就形成了一定的上手門檻。也不能拿常規 RPG 的平衡性標準來評判本作。遊戲在畫面和音樂的方面都做得不錯，單純任務驅動的模式在劇情方面就顯得弱了一些。個人評價3星半。紅白機將棋龍王賽，這款將棋遊戲由 Home Data 開發，一家叫做 IMAX 的公司發布。IMAX 這家公司1990年成立，初創團隊主要由南夢宮的前成員組成。在不到10年的存活時間裡，涉及的遊戲類型主要就是將棋、體育遊戲和彈珠機、麻將這些。遊戲有3種模式，模式的選擇像在電視屏幕上選節目一樣。第一種龍王戰是本作的核心內容，玩家扮演一名闖入決賽環節的業餘選手，與其他7名職業選手參加錦標賽，目標是贏得冠軍，成為紅白機的龍王。7名電腦棋手都是模仿了當時職業將棋的著名選手進行設計的。電腦之間的對戰可以選擇觀看或者是跳過，還可以進行賽後分析。比賽裡還加入了語音播報。第二個結將棋模式，大內研界9段的將棋謎題，3個人物的選擇代表了不同難度的謎題，分別對應3步、5步和7步的題目，每種類型各10道題，還可以自己擺放棋子出題。第3種模式，將棋實驗室，可以雙人對戰、與電腦對戰，或者觀看電腦對電腦的比賽。與電腦對戰時，設置人工智能棋手的個性、策略數據和思考的時間，然後電腦會為其分配從10級到1段不同的難度段位。這款將棋遊戲沒有森田系列那麼有名，能看出遊戲界面的設計很用心，但 AI 好像有些問題，有時候思考的時間太長，能夠自定義的內容也不多。個人評價2顆星。惑星戒嚴令，又稱為孤獨戰士，這2個中文名分別對應了日版和美版裡的原名。這款動作射擊遊戲由 Kid 開發，分別由 Web、日本 TV 和任天堂發行日版、美版和歐版。故事發生在一個名為潘的星球上，這個星球突然遭到神秘外星勢力的攻擊，外星人擁有吞噬一切生物、機器和建築的獨特能力，星球很快被佔領。主角名叫馬克斯·馬弗里克，是軍隊的一名軍官，他獨自和外星人戰鬥。
畫面的呈現方式採用了比較少見的斜向俯視角，並且會強制滾動。方向鍵操控主角移動，B 鍵開槍射擊。初始的武器是急速激光，A 鍵跳躍。在陸地上作戰時，按住 A 鍵能在空中翻滾，跳得更遠。如果在空中再次按下 A 鍵，扔出炸彈。畫面底部的狀態欄左側顯示角色的生命值和剩餘的生命數，生命值一開始只有最大值的一半。中間顯示當前的武器類型和武器的等級，底部的右側顯示剩余炸彈的数量和炸彈的等级。武器和炸彈的威力都可以通過收集道具升级。字母 L 的道具是急速激光，升级后光束变宽，同时增加向後方发射。字母 W 是另一种武器擴散光线，升级後向前方多项發射。這兩種武器的升级可以同时持有，按選擇键切換当前的武器。字母 B 是升级炸彈，升级後同時釋放的炸彈數量增加，武器和炸彈最高都能升到5級。其他的道具字母 S 提升移动的速度，還有一種防禦護盾，獲得后在兩側撐起防禦的屏障，能承受幾次傷害。當然也有常規的補充生命值和補充炸彈數量的道具，這兩種補給非常多，但相應的角色也很容易受到傷害。遊戲總共有7個關卡，如果前6關沒有掛掉才能進入第7關。遊戲還有難度更大的2周目。以上2條信息分別來自美版和日版，由於沒有那麼多時間交叉驗證，不確定不同的版本是否都是這種設定。7個關卡有3種不同的戰鬥模式，在陸地上戰鬥時，屏幕的滾動相對較慢。另外的2種模式，一種是在場景裡使用噴氣背包，另一種是駕駛摩托車。這2種模式都是高速滾動的戰鬥，除了對付不同種類的敵人，還經常要用跳躍躲避陷阱和跳過障礙。除了每關末尾有 BOSS， 關卡中間有時也會出現小 BOSS， 過關後有簡短的過場劇情。另外在關卡裡有一些隱藏地點，進入這些地方會出現特殊的圖片和文字，這些都是主角的想法和回憶。這是一款很有特色的動作射擊作品。Kid 作為開發商制作的紅白機遊戲不多，但大都在技術的運用上有些獨到之處。不過本作的缺陷也很明顯，命中的判定相當嚴苛，和視覺看到的有比較大的偏差，這一點破壞了射擊的爽快感。畫面的閃爍比較頻繁，音樂水準一般，遊戲重複遊玩的價值不高，個人評價3星半。迷你高爾夫，在第50期節目裡曾經介紹過一款同名的遊戲，但2部作品的原名並不一樣，只是中文翻譯恰好用了相同的名字。迷你高爾夫是高爾夫項目的一個分支，不是標準的18洞，而是以9的倍數為一個系列，場地較小，球洞的間距也比較短，通常從開球點到球洞的距離不超過10米，有的還會加入各種人造的障礙物，比較適合城市內小面積區域的娛樂活動。本作是一個電腦端的移植版本，原版由加拿大公司一顆數字娛樂在1987年開發 ，Accolade 發行，在當時是一款比較知名的高爾夫遊戲。來到紅白機上只發行了日版。遊戲開始先選擇比杆賽還是逐洞賽，最多4名玩家參與，有4組不同的場地可選，分別是傳統、豪華、挑戰和經典。每組場地都有9洞，玩家角色除了姓名和性別，還可以設定天氣。如果是雨天，對场地的摩擦力有影響。玩法相當的簡单，在场地內依俯视角顯示，先控制十字形的光標移動，瞄準想要擊打的目標位置。隨着光標的移動，畫面的右下角一個白色的橫向標尺也會隨之上下移動。這個標尺表示想要到達目標位置所需要的擊球力度。瞄準完成後按 A 鍵，右下方的力度條上下擺動，以標尺的位置為參考。合適的時機按下 A 鍵，力度條上下擺動3次就會自動鎖定。接着橫向的精度條開始向右擺動，只有1次擺動的機會。合適的時機按下 A 鍵，越接近精度條中間的白線，擊球的精度越高。雖然玩法不像其他的常規高爾夫遊戲那麼專業，但這種操作很容易上手。4個場地總共36個球洞的設計是本作的亮點。一開始的球洞很簡單，可以一桿打進。往後的球洞會出現各種障礙，變化的地形，需要規劃好擊球的路線，有時還得利用障礙物將球反彈。
這款迷你高爾夫遊戲用簡單的玩法結合多種花樣的场地設計，雖然不像其他的高爾夫那樣需要更多的技巧，但遊戲性還是不錯，很適合多人聚會遊玩。個人評價3顆星。笨蛋王子大冒險，根據藤子不二雄的同名漫畫改編的橫版動作遊戲，也有翻譯叫彩虹小子或者太陽傘世界的平平。漫畫於1989年到91年在讲谈社的雜誌上連載，並由 NHK 同步推出了動畫。原作講的是來自陽傘世界的男孩平平，按照音譯的話叫亨貝。他在獨自玩耍時不慎被河水沖走，通過一條神秘的隧道來到小學生內木的家裡，和他成為了朋友。亨貝能撐着陽傘在空中飛行，並擁有神秘的力量。相關的遊戲除了這個紅白機版，還有一款 Game Boy 上的作品。在遊戲裡，亨貝要解救被綁架的朋友，踏上穿越夢境之地的旅程。具體到關卡的主題，又是不同的民間傳說和童話故事，像是桃太郎、灰姑娘这些。遊戲一開始，玩家要輸入一個年齡，這裡決定了遊戲的難度。主角的武器就是陽傘，在獲得場景裡的陽傘道具之後，攻擊可以發射彩虹，但數量有限。在畫面的右下方顯示，底部還會顯示角色的生命值、生命數、收集的金錢和倒計時。除了彩虹攻擊，陽傘有幾種其他的用法。按方向鍵上加 B 鍵打開陽傘，在空中下落時可以滑翔，在地面上撐傘也能防禦部分上方的攻擊。跳起後方向鍵下加 B 鍵把傘在腳下打開，可以攻擊敌人或者清除底部的石塊。在水面的時候，把傘在腳下打開可以當作船，讓角色不会沉到水裡。走路的過程中蹲下，可以隱藏在傘裡避免受傷。按下選擇鍵之後，亨貝進入衝刺模式，這時再按方向鍵，角色會朝一個方向奔跑。收集的金錢到特定的位置，像是商店、旅館等地點可以消費，主要也是恢復生命、增加道具的數量這類的作用。總共有7個關卡，在關卡末尾的 BOSS 戰，除了常規的動作形式的戰鬥，還有一些小遊戲的戰鬥方式，像是相撲小遊戲，通過石頭剪刀布決定勝負；記憶小遊戲，在 BOSS 之前拼出自己完整的臉。最終的 BOSS 是一個巨大的機甲，有2種形態。這款平台動作遊戲在玩法上還不錯，角色用陽傘作為武器，能用的動作比較多。BOSS 的戰鬥也有不同的形式，但在基礎的操控上做的比較差，特別是衝刺的時候，關卡設計也不怎麼樣，結合起來沒法體現這套玩法的樂趣，是一款看起來有點意思，實際上手後並不怎麼樣的遊戲。個人評價2星半。雙截龍3羅塞塔之石 Technos 開發的經典動作遊戲雙截龍系列的第3作。羅塞塔之石這個副標題是日版的名字， NES 美版和歐版遊戲名的副標題有些區別，叫 The Sacred Stones 神聖之石。儘管有一個先發行的同名街機版，內容上也有一些關聯，但本作並不是街機的簡單移植，內容和玩法上都有較大的差異，相當於一個獨立的開發項目。紅白機上 FC 日版由 Technos 發布， NES 的美歐版本由 Acclaim 代理發行。FC 版和 NES 版虽然在遊玩的內容上相差不大，但在背景故事和一些細節上還是有些不同。日版的故事是雙龍兄弟從一位名叫智子的老婦人那裡聽說了羅塞塔之石的故事，於是踏上了環球之旅，探尋其奧秘。而美版的故事裡，瑪麗安又失蹤了，而且她的失蹤和神聖之石聯繫在了一起。由於 NES 版多了這個故事的內容，在後面關卡之間的劇情交代和結局的呈現上與日版有些差異，一些人物的名字也有區別。另外，日版裡的角色生命值更高，敵人數量也少一些，相比 NES 版難度略低。本作除了有常規的單雙人模式，還有一個允許互相傷害的雙人 B 模式。基本的操作 A、B 兩個按鍵對應出拳和踢腿。和2代裡不同，本作的攻擊都是朝面對的方向，將敵人擊打出現硬直，抓住敵人的頭能使用膝顶或者肘擊，同時按 A、B 鍵跳躍，原地起跳在空中按下按鍵，使出經典的旋風踢龍尾鸞風腳。
向前方跳躍能使出飛踢，连點方向鍵角色可以奔跑，跑動後跳起攀住牆壁，使用3腳跳踢，還有一個空中空翻的動作，通過跳躍將敵人扔出去。雙人 A 模式下還能使用組合旋空踢和組合3腳飛踢，撿起场景裡敵人掉落的物品，可以作為攻擊武器，像是匕首、叉子等等。這一代有5個關卡，地點對應了5個不同的國家，角色只有1條生命，血量耗盡，遊戲就會結束。但在第2關和第3關擊敗 BOSS 之後，可以使用該角色。第2關的 BOSS 是武術大師陳清明，第3關的 BOSS 是忍者首領柳生亂藏。而2個角色和雙龍兄弟一樣，有一套完整的招式：出拳、踢腿、跳踢和類似旋風踢的絕招。按下選擇鍵後切換角色，同時在角色的切換畫面還可以選擇使用該角色的專屬武器。每關有一定的数量限制，比利和吉米是双截棍，陈清明是鐵爪，柳生亂藏是扔手裡劍。紅白机上的3代比起街機版糟糕的口碑來說要好上一些，但本作的普遍評價不如同平台的2代，主要的原因是操作的模式和招式變化較大，不好上手，人物動作也变得遲緩，生命數減少到只有1條，同時相比前作難度大幅上升，特別是第5關埃及，面對連續的平台跳躍，需要用蹩腳的操作小心應付，稍不留神人就沒了。最終 BOSS 的攻擊模式更是極難應對。但就我個人來說，本作是我最早接觸的幾款遊戲之一，當年花了不少時間磨練技巧，新的可操控角色的加入也增加了耐玩性，個人覺得還是很不錯的。游戏評價4顆星。仅出洋界鸣人的實戰麻將2，卡普空出品的麻將遊戲，僅出洋界系列的第2部。上一作在87年9月發布，在第26期節目介紹過。錦出洋介是日本的職業麻將選手，也曾經是幾個麻將協會的代表。1985年到1987年連續3年獲得麻將名人，之後一些年也多次獲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麻將游戲系列很有名，出了不少作品。本作發布時和初代一樣，還配備了一個專用的麻將控制器，號稱是附贈的，但羊毛出在羊身上。這款麻將遊戲售價不算便宜，當年要賣8500日元。這是一款2人麻將，有3種遊戲模式。第一種麻將聯賽，玩家要從最初級的地方選拔賽開始，一步步晉升到更高級別的比賽，經過名人賽，最終和錦出洋介進行對決。第二種教學模式，在這個模式裡觀看教學內容，並在期間穿插一些問題，玩家選擇打出哪張牌，看是否回答正確。第3種模式800物的確實，是一個融合了 RPG 的形式。正如我在前幾期節目裡介紹其他麻將遊戲時提到的，這個時期將打麻將和 RPG 結合成了時髦的標配。故事是要成為強者，在城鎮裡可以和 NPC 對話，購買一些物品，像是回復生命值，獲得特殊能力，通過收集麻將館的徽章提升等級。離開城鎮來到大地圖探索，有隨機御敵，不過普通的戰鬥並不是進行麻將对局，因為這種做法會把時間拉得很長，而是用抽鬼牌和神經衰弱這2個迷你遊戲作為普通戰鬥的形式。到 BOSS 戰的時候才是正經的麻将对局。這款錦出洋介的續作作為麻將類型來說算是不錯，但遊戲的操控得使用專用控制器。現在如果想用模擬器來玩，不能直接用手柄操作。個人評價2星半。彩虹絲路，勝利娛樂發布的一款角色扮演遊戲。這部作品在現在看來相當冷門，但當年也屬於大制作，角色設計和音樂擔當都是實力派的人物。遊戲的主題是絲綢之路，當時 NHK 電視台正在播出絲綢之路的紀錄片，他們也參與了遊戲的制作。故事背景設定在中東，一個叫做利特蘭的國家，利特蘭是 Little Land 的音譯。大臣祖魯發動了政變，刺殺了國王。玩家扮演的主人公是年輕的王子，他和保姆在大臣拉德利的幫助下逃離了國家。王子長大之後，從保姆那裡得知了真相，為了奪回王位，主角沿着絲綢之路向東出發，尋找拉德利大臣藏匿的國寶7塊彩虹鏡的碎片。基本的系統大部分模仿了勇者鬥惡龍，
大地圖探索在城鎮和 NPC 對話，打開菜單可以選擇對話、調查、物品等指令。但本作有一套自己的運行模式，首先是飲水度，打開菜單後能在頂部看到角色的飢渴程度，飲水度降到0就會開始損失生命值。通過旅館或者道具補充水分，在沙漠中旅行消耗的水更多。在大地圖遇敵後，戰鬥形式也是傳統的第一人稱回合制，角色只能使用普通攻擊或者是物品。戰鬥獲勝後並不會得到金錢和經驗值。本作沒有角色的等級和成長系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叫做 LP 的執照點數。遊戲的核心內容是貿易系統，通過在一個城鎮購買商品，到另外的一個地點賣出，賺取差價。角色的 HP、攻擊力和防禦力完全由武器、盔甲和盾牌等裝備決定，因此通過貿易賺錢，然後買更好的裝備和道具用於戰鬥。但一開始貿易的利潤微薄，有些商品必須獲得許可證之後才能交易，而許可證需要用戰鬥獲勝積累的 LP 點數來購買。這套組合下來就構成了一個循環，買賣貨物賺錢，買裝備，戰鬥積累 LP， 用 LP 獲得許可證得到更好的商品，然後繼續買賣。此外還有一些輔助的手段，可以在動物商店購買運輸動物來增加攜帶商品的數量，或者在導遊商店僱傭士兵幫助戰鬥。遊戲的整個流程圍繞着尋找7塊彩虹鏡的碎片，它們散落在絲綢之路上7個不同的國家，通過貿易才能抵達全部的地點。集齊碎片之後，王子用鏡子照射在祖魯的身上，揭露他的真面目，從而奪回王位。這款遊戲有一個很好的概念，儘管也有優秀的角色設計和音樂制作人，但整個的開發團隊缺乏實現這個概念的實力。簡單來說，可以把它看成是未能成型的大航海時代。作為一款 RPG， 故事極其糟糕，靠一些跑腿的任務勉強拼湊在一起，不同的地域特點也没能充分體現，大量的時間得花在貿易上，這部分也是跑腿，缺乏樂趣。戰鬥由於角色沒有任何的技能，缺少變化，更是單調。小林亞星製作的 BGM 是遊戲唯一的亮點，個人評價2顆星。權一大挑戰，這是一款磁碟機遊戲，由德間書店出品，是 FamiMega 系列的第3部作品。FamiMega 是德間書店旗下的遊戲雜誌 Family Computer Magazine， 為了增加其影響力，舉辦了一項比賽，設立 FamiMega 磁盤獎，徵集遊戲創意，並將優秀的作品發布到磁碟機上，都是一些體量不大的益智解謎類的作品。第一座香港和第二座神奇空間分別在第66和81期介紹過。本作和上一部一樣，採用覆蓋寫入的形式，售賣500日元的廉價版。遊戲的玩法簡單易懂，可以理解為基於推箱子演變而來的升級版。在俯視角的固定畫面裡，玩家控制一只瓢蟲，推動场景裡的骰子向前滾動，將所有的骰子朝向上方的點數全部變成1即可過關。每關都有一個單獨的畫面，模仿 3D 地牢迷宮的形式，以瓢蟲的第一人稱視角顯示偽 3D 的場景。瓢虫移動的時候， 3D 场景隨之變化。通過這個場景，玩家可以觀察骰子其他幾個面的點數，從而決定下一步的操作。每關還會統計步數，每次推動骰子都算完成了一步。如果發現操作失誤，可以退回到上一步，但不能連續。總共有50個關卡，開始的關卡場地開闊，可以任意推動骰子，到後面的關卡會出現不同類型的障礙，這些障礙有的可以推動，有的無法移動，有的能擋住骰子，但能讓瓢蟲通過，像是花、仙人掌、樹木，有的障礙瓢蟲也無法通過。此外，遊戲裡還有一些隱藏的元素，當把场景裡的骰子的點數全部變成一樣，但不是1點的時候，會獲得不同的特殊效果。全部變成2點，可以自由選擇關卡；全部是3點，直接看到通關畫面；全部是4點，瓢蟲的形態發生變化；全部5點，背景從白天變成日落；全部6點，觸發 BGM 測試。作為一款小體量的益智解謎作品，玩法簡單易懂，同時也有不錯的遊戲性。50个關卡的數量不算多，到後面有一定的難度。當年遊戲發售後還舉辦過比賽，看誰能以更少的步數通關。個人評價3顆星。
劍之達人。之前在第87期介紹過一款雅典娜公司的劍之達人，或者叫劍王，和本作的中文譯名重複了，這只是個巧合。之前介紹的劍王原名是 Sword Master， 而本作的原名是 Grand Master， 也有一個中文譯名叫救世主。遊戲由 Wario 發行。魔王但丁入侵並抓走了公主赛琳，玩家扮演的主人公是剑士羅迪，他要救出公主。本作的類型是动作角色扮演。開場過後，在一個大地圖上選擇關卡，有5個不同的場景，可以按照任意的順序遊玩。值得一提的是，每個關卡內都會觸發一些劇情，還伴隨着大量的過場動畫演出。不同的關卡順序會導致觸發劇情的不同，整個的故事走向也會發生變化，直到產生不同的結局。這種形式在紅白機上還是很少見的。如果想要達成好結局，得按照特定的關卡順序進行。遊戲場景以俯視角顯示，和初代的塞爾達傳說類似，場景由多個屏幕的大小組成，人物移動到屏幕的邊緣切換畫面。主角初始的武器是一把劍，沒有其他的裝備和道具，按 B 鍵攻擊。畫面左上方顯示角色的 HP 和 MP， 初始都是20點，消滅敵人能獲得經驗值，升級提升 HP 和 MP 的上限，不過最高也只能到99點。探索場景裡的寶箱也可能獲得經驗值的道具，按下暫停鍵能查看持有的武器装備和物品。隨着游戲的進行，主角能夠獲得其他的3種武器和1種盔甲。在前面的5個關卡裡拿到相同圖案的装備道具，這些武器盔甲都能升級，每種都有2次升級的機會。除了一開始的劍之外，斧頭是投掷武器，有些怪物躲在遠處需要用到遠程攻擊，投掷斧頭要消耗魔法點數，升級後同時使用的數量增加。流星锤伸縮攻击，攻击的距離比剑要大一些，根据敌人的位置可以將他們推開或者拉近，也可以用来通過一些障礙。法杖向周围釋放魔法，要消耗大量的 MP。装備除了盔甲，還有的像是十字架，拿到後加快攻击的速度；靴子增加在特殊地形上的移动速度；還有盾牌、藥水、宝石等等物品。在美观的场景裡找到鑰匙，解鎖 BOSS 的房間，擊敗 BOSS 過關。完成前5關之後，來到魔王但丁的要塞，又有5個新的關卡。魔王要塞位於空中，在這裡的關卡場景以夜空為背景，風格上多了一層科幻的感覺。找到魔王但丁和他進行最終的對決。這樣一款類似初代塞爾達的 ARPG， 不知道它當年為什麼會這麼冷門，基本上找不到相關的資料，僅就不同的關卡順序產生變化的劇情，大量精美的過場演出就足夠吸引眼球。總共10個關卡的主題場景設計的都很不錯，有迷宮探索、動作解謎、巧妙的各種陷阱，還有不少隱藏的通道，也有一些缺陷。角色的攻擊動作顯得緩慢笨拙，操控起來感覺就沒有那麼流暢，升級和強化帶來的角色成長有限，這個方面顯得體量不足。BOSS 戰的設計略為遜色，不過總的來看，這是一款高素質的 ARPG， 個人評價4顆星。Sunsoft 棒球子卡带全明星篇。嚴格來說，這並不能算一款新的遊戲，按現在的標準是一個 DLC。在第81期節目裡曾經介紹過這款 Sunsoft 棒球，當時也有講到，這款棒球遊戲的特點就是使用了特殊技術的卡帶，是一個雙卡帶系統，由母卡帶和子卡帶組成。主遊戲的內容就在母卡帶裡，卡帶的背面還有一個插槽，這個插槽用來插入小型的子卡帶，後續如果有球員和球隊數据的更新，只需要把更新的数据包做成小型的子卡带，玩家再購買一張價格低廉的小卡带，就可以享受最新数据的游戏。這張子卡帶主要的內容就是加入了全明星球員，包括聯盟歷史上的明星球員。球隊的選擇界面有些變化，同時更新了球員的数据，其他的就和原版完全一樣了，這裡就不再重複介紹。儘管官方當時宣傳的是價格低廉的小卡帶，但也要2000多日元，這種失敗的形式也只是曇花一現，個人評價2顆星。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如果您喜歡這個系列，還請多多支持。咱們下期再見。